Hello， 大家好，我是晶晶。今天我们要聊的呢，就是两对正在让传统音响大厂睡不着觉的喇叭 ，Asilab 的 C6B 还有 F6B。那他们两个呢，就是长得像双胞胎，外形一样，单体一样，箱体也一样，甚至是后面挂着一片被动辐射器呢。那如果你只是路过，真的会以为只是 A 版 B 版的差别而已，但他们呢是完全不同的喇叭哦。而且两个的价格呢差了快1万块哦，在配置几乎是一样的前提下，就让人家更好奇，这1万块到底是买什么呢？差别在哪里？真的听得出来吗？那更狠的是哦，这两颗在国外量测网站上呢，都是那种拿去当教科书示范的超漂亮拼箱曲线。所以今天呢，我就要带你用最科学的方式，把这两颗喇叭彻底摊开，彻底的比较。Asilab 到底是来革命还是来打脸呢？ Asilab 的母公司 CTI 是韩国做专业音响还有视讯整合的公司。简单说呢，他们比谁都还要清楚一对设计不良的喇叭可以把整个空间的声音搞得有多难听。那两个创办人呢，常年在声学一线打滚呢，也常年被音响市场气到不行。他们受够了那些价格喊破天啊，文案写成神话，表面上讲情怀、讲灵魂、讲工艺，结果一上仪器测量啊，数据瞬间露馅，破功的喇叭。所以他们也很直接的说啊，我们不玩玄学，不玩故事，不玩神秘图层，我们只相信物理，相信工程，相信测量。于是呢 ，Asilab 的喇叭全部都是用有限的元素分析啊 ，Clipo、NFS 这些呢都是用来做精密工程分析，不是拿来骗情怀的哦。那更讽刺的是啊，他们花了比一般厂商更可怕的研发成本，但是目标呢却是做出平民买得起的高科学喇叭。所以很多玩家在说 ，Asilab 根本就是在用科学品质测量去打脸传统的音响圈。那你以为内在这么强大，外观就会随便吗？不 ，Asilab 这个品牌呢，就是那种里外都要强的那种个性。乍看之下呢，这两对喇叭呢，长得几乎是一模一样啊，都是走标准的书架型设计。那外观设计呢，明显是走简约极简风。那外箱呢，是以高强度的 MDF 制造。那经过严格的支撑还有阻震处理呢，一体成型的箱体圆弧角的设计呢，都有那个标志性的导波器。背面呢，也都没有传统的低音反射孔，而是用了一个长方形的被动辐射器。那这边呢 ，C6B 它直接给你一整套客制化的服务哦。你可以玩基本的黑白消光不说，还有金属灰、钢琴烤漆灰这种精品级的涂装。那想要低调、想要亮眼、想要有特色，全部都是可以自由配。那 F6B 呢，它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哦，它一样有黑白两色可以选，两者呢甚至可以做到箱体跟导波器不同颜色的自由组合。来，我们先来看看大哥 C6B 呢，台湾定价是在38900到44900，那依照颜色而定。那像我手边呢，这颗就是特定版本，所以价格是来到44900。那你看看它这个质感，多花5000块还是非常值得的。C6B 呢，它搭配1寸的铝陶瓷高音，加上6寸的铝陶瓷中低音，加上5×8寸的被动辐射器，分频点呢是在 1.1K 赫兹。中频衔接的很顺，人声定位非常干净，频率响应大概是50赫兹、41赫兹到20K 赫兹。低频延伸呢，比一般的书架强很多。那灵敏度是85 dB， 阻抗4欧姆，属于灵敏度比较低的喇叭。那大空间的话，就需要100瓦以上的扩大机，它会更好的去控制。那最大音压可以到105 dB， 尺寸呢是40×20.3×26.5公分，每颗呢是8.4公斤哦，做工可以说是相当的扎实哦。单体呢都是铝陶瓷设计哦，为什么用陶瓷涂层呢？我们都知道嘛，铝金属很轻很硬，这个对单体来说是好事，因为它可以像活塞一样的运动。但是呢，纯铝硼它有个致命伤，就是在高音频段呢会有严重的硼分裂，会产生刺耳的金属声。不过别担心 ，C6B 它在铝表面镀上了一层
非常薄的陶瓷涂层，它增加了刚性，更重要的是呢，提供阻尼。那这层阻尼呢，就像是汽车的避震器一样哦，把那些讨人厌的临震吸收掉。那这就是 C6B 为什么敢标榜极低失真的原因哦。那再来，我们来看看小弟 F6B， 台湾代理商定价大概是27900，外形呢，它跟 C6B 几乎是一模一样哦，但是它单体呢换成了更亲民的组合。1寸的铝高音呢，加上6寸的玻纤中低音，加上5×8寸的被动辐射器，分频点呢也走 Asilab 的特色，只在1K 赫兹，听感呢一样滑顺干净，频率响应是在56赫兹、46赫兹到20K 赫兹以上，灵敏度呢84 dB， 阻抗4欧姆，一样不好推。那最大音压呢可以到102 dB， 尺寸呢是40×20.3×26.5公分，那重量大概是7.5公斤，它轻个大哥大概1公斤左右。那看到这边呢，你可能会想问说，那个差了1万多块呢，除了单体材质差别，还有什么差？那其实呢，魔鬼呢就藏在细节里。这两对喇叭的箱体结构呢，虽然都是被动辐射式，分频点的设计呢也非常接近，但是单体的物理特性决定了它们的价格命运。那简单来说呢 ，C6B 它是为了追求极致纯净透明，那它的设计的目标是把所有的音染降到0，而 F6B 呢，它是为了在有限的情况下给你最饱满而且动态足够的体验。来，我要特别花点时间讲一下这个 Asilab 这对喇叭身上最厉害的2个声学黑科技。首先呢是正面这个，大家第一眼看到这个凹进去的形状，直觉就会想说，哦，这个是号角喇叭对吧？其实误会大喽，它不是用来把声音放大的号角，它是用来控制声音方向的导波器。简单想象一下，高音通常像雷射光一样直直走，但是中低音它像是水波一样四散开来哦。如果你不处理，它们就会在交接的时候，也就是分频点，声音会打架。所以 Asilab 很费工的把这个导波器雕成一个很完美的曲面，让高音跟低音的扩散角度可以完美的 match。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简单讲，你的皇帝位就变大了，音场听起来更自然。就算你没有死死的坐在正中间啊，声音它也不会走中哦。那第二个亮点就是屁股后面这片5×8寸的被动辐射器。那一般呢，这种小体积的书架喇叭，它为了要把低频硬炸出来啊，通常会在后面挖一个洞，也就是低音反射孔。但挖到了2个大问题哦。第一，大声的时候容易会有呼呼呼的风切声。第二呢，它会像吹笛子一样，让你不想要的中频杂音从背后露出来，干扰前面的声音。那这一块呢，被动辐射器就不一样了哦，它是靠箱体里面的空气压力去推动的。它既能增加低频的亮感，又把箱子密封起来，彻底杜绝风切声跟杂音外露。这就是为什么它的低音听起来会比同体积的反射式喇叭更干净、速度感更快的原因。Asilab 的核心信仰呢，就是数据。那好，我们就用数据来说话啊。我们来拆解一下它的测量结果，看看这到底是科学的胜利还是迷魂汤。那首先我们来看 F6B， 如果你是看懂测量图的玩家，你一定知道这张预估室内响应图的重要性。它透过运算结合了直接音与反射音，那这基本上呢就是喇叭在一般居家空间声学表现的照妖镜。那焦点放在这一条实测的蓝线上，虽然说乍看之下呢有一点点的毛边，它不算是完美的平滑，但是整体的走势呢是非常健康，稳稳的落在这个标准的深黄色区间内。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 F6B 的音色是极度中性自然的，它没有奇怪的音染，也不是那种假装高解析的刺耳声。那这一点呢至关重要哦，因为如果响应曲线起伏过大，代表声音会有明显的缺陷，而曲线的平滑度更决定了这对喇叭的可玩性。曲线越平滑呢，代表它的声学体质越好，对 EQ 的友善度也越高。再来，我们换到 C6B 这个模拟室内测量聆听图，你看这条蓝色的主线呢，几乎贴着标准曲线走，而且它的曲线很平滑，这也非常重要哦。表示说这个 C6B 的走势简直就是好调、好听、好相处，家用呢是完全没压力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F6B 的 CEA2034 频响图，上面那几条黑线啊、绿线、蓝线、红线，从大概80赫兹一路到10K 赫兹，代表呢这对喇叭稍微偏一点，加上反射音，声音走向都差不多，这个就是所谓调得很工整的喇叭。另外，右边整体是稍微往下斜的曲线，代表左边低频多一点，右边是高频少一点点。那听感上呢，会偏成暖一点、耐听一点。优点就是说，你长时间追剧啊、听歌比较不容易累。那缺点就是，如果你喜欢那种超亮、超空气的高频，可能就会觉得它稍微收敛一点哦。那最后就是整条线的位置其实不算是特别高，也就是说，它要用比较有力的扩大机去推它才可以把它推得很好听。最后我们来看看 C6B 的频响图，那条黑色的轴向响应和绿色的聆听线，它们几乎是紧紧贴在一起，几乎没有任何的波动，代表它把每个频段都处理得干干净净，完全没有任何的乡音或者是绕射。不管你坐在哪里，传达的声音其实都是一样准确、丰富。从100赫兹到10K 赫兹，线条呢走得很平，只有在高频呢是稍微往下收拾一点点哦。它很中性，解析力也强，会把音乐原本的样子呢清清楚楚的还原给你。那不过呢，也正因为它的指向性控制的太好了，这个有点考验扩大机的搭配了。F6B 和 C6B 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听觉指标，就是这个水平扩散图。左边呢是 C6B， 右边是 F6B。C6B 呢它比较广 ，F6B 比较收敛。从图上大概是3K 赫兹以上呢，可以看到 C6B 的暖色往左右延伸的比较宽，高频扩散的更广。整体离轴呢能量比较平均，那它的优点就是室内反射能量比较多，听感开阔、舒服，甜蜜点也比较大，坐偏呢就不会差很多。F6B 的高频部分呢，蓝绿结构明显比较窄，也就是说大角度位置呢，高频它掉的比较快。优点就是直射声比较干净，听觉更准、更聚焦，那适合讲究定位跟声相清晰的聆听者。缺点呢，就是你要坐正，最好是要在甜蜜点，房间反射能量少，空间感呢比较不宽松。中频 1K 赫兹到 2K 赫兹，两者呢都算是平顺，但 C6B 呢更均匀一致。你可以看到图中间橘色的大区域啊 ，C6B 中频离轴频响更平滑，没有明显的凹洞，水平变化比较一致。F6B 中频也不差，但是在 1.5 到 2K 赫兹附近的能量分布稍微有一些变化。指向性控制感稍微强一点，简单的说呢 ，C6B 听起来更均衡 ，F6B 听起来更聚焦。低频下方小于800赫兹，两者差异不大，都是典型的小书架或者是小落地喇叭的形态。那低频呢，几乎是全指向图上红色区块，在两者看起来呢都差不多。那讲了这么多呢，对于水平扩散图的简单结论就是 ，C6B 偏向是广指向、开阔、好听、容错高，适合一般的客厅。那 F6B 呢是偏向窄指向、更准、声相清晰，适合坐在甜蜜点的玩家。总结来说 ，Asylab 这一次的表现确实让人家非常惊艳哦。他用扎实的声学科学，成功将好声音的门槛大幅降低哦。这两对喇叭在各自的价位带几乎是毁灭性的存在，这个绝对不是夸大哦。你看看他们在国外一上市就销售一空的盛况，就知道想要入手还要碰运气。虽然他们两个并非是100%的完美啦，但是它的声音特质呢却诚实的非常惊人，所以买谁都不会错啦。那如果你是追求舒适性跟性价比呢，选择 Asylab 的 F6B， 你不只可以省下1万多块，还可以让你升级更好的扩大机或者是讯号线。那空间呢是建议你放在5到10平左右的客厅或者是书房。那如果追求极致的解析还有低频潜力呢，选择 Asylab 的 C6B 全频段表现，甚至它可以超越挑战10万块台币级别的对手哦。它适合放在7到12平左右的空间，一般的居家客厅呢，它都可以轻松驾驭。
好了，我们影片看到这边，我想要直接问大家一个问题哦，你到底是相信测量与科学，还是相信品牌故事加金耳朵呢？那你是那一种看到评响评顺就觉得哇，这个是真的做得很好的老师派，还是看到品牌很大，价格很高就觉得好听的喇叭本来就是不用量测，耳朵爽最重要的 Hi-Fi 最前派？那底下留言告诉我，我真的是非常好奇大家的想法哦。那别忘了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我是晶晶，我们下次见。快别走开哦！最后我还帮大家准备这2对喇叭的实际录音比较，看你听不听得出来。There goes my heart beating, 'cause you are the reason I'm losing my sleep. Please come back now. And there goes my mind racing, and you are the reason that I'm still breathing. I'm hopeless now. I'd climb every mountain and swim every ocean just to be with you and fix what I've broken. Oh, 'cause I